第10集，凤七无提婚事遭拒，雍王提醒封兰溪，王后舐犊情深。雍州向来重孝道，封兰溪往后要好好孝敬王后。此时凤七无上奏雍王，王后身份尊贵，就算是王后执意要与百姓同行，护卫将军孙明阳怎可不反复劝谏？流民之中可曾仔细搜查，是否有奸人乱党？如今六国不安，封兰溪刚遭逆贼行刺九死一生，王后再遭毒手，那将是雍州之上。凤七无认为要让孙明阳记住此次教训的当众鞭刑，雍王觉得当众鞭刑似乎过了，还是罚俸3年。凤七无又上奏礼部杨侍郎该罚，百姓中若有刺客，后果如何？王上不得不说，王后今日所做之事确实不妥，于是安排封兰溪为王后执鞭。川云好奇雍王在听到萧氏为何那么欢喜，任如松道出主上的生母原是一名宫奴，本不可能坐上现在的位置，只是当时的世子坠亡，百里氏的手段甚于三殿下100倍，这一回京，封兰溪怕是要委屈了。雍王告诉百里氏，封举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，连谋害兄长的事都敢做，要百里氏和封举以后乖乖听话，别折腾。今日雍王让封兰溪为百里氏执鞭，是要让天下人看到他们父慈子孝，母贤而敬，天下6州哪个先乱，哪个就会成为其他5州瓜分的肥肉，还让百里氏有时间多关心封长。此时封长特别难过，城门外，母后百里氏宁愿跟封兰溪演上一出母慈子孝，也不愿看他这个亲生儿子一眼。百里氏千算万算没算到，封兰溪是只披着羊皮的狼。知道封举这些年明里暗里压着封兰溪的风头，王上是默许的。在他看来，雍王内心深处一直自卑着是宫奴所生之子，一开始就不喜欢一哥，更不喜欢身上流着一哥血的封兰溪，唯有王权和霸业让他动心。王上不喜欢封举，直接出手威胁到封兰溪的性命，毕竟再怎么说封兰溪也是王上的嫡子。百里氏告诉封举，如若别人下手，就跟他们无关。白凤溪没钱了，只能将一些物件拿去当铺典当，可是最多只能换5张银叶，根本不够这么多人一天的开销。掌柜让白凤溪当卖差子，还能多给些银叶。这差子是黑凤溪送的，白凤溪自然不会当。这么一提醒，想起之前黑凤溪说过，若临时有些不凑手，可以去如玉轩分号，1000银叶以下东西随便他拿。白凤溪来到如玉轩找掌柜支50银叶，没想到遇羊角风发作的大殿下封长，还救了封长一命。封长噩梦中梦见母后百里氏要掐死他，瞬间惊醒。封长不能被别人知道自己有羊角风之隐疾，于是将令属下将看到他犯病之人全部处置。大夫又给郎华开了几副药调理身子，白凤溪没想到碾药还要钱，索性自己碾。只是没想到碾着碾着睡着了，黑凤溪正好前来，见白凤溪趴在桌上睡着，是满眼心疼。白凤溪没想到代管掌门那么累，羡慕黑凤溪饮泉水榭这么庞大，居然可以管理得井井有条。黑凤溪可以教白凤溪，学费就是1碗面，船上的那种。白凤溪去煮面，黑凤溪吃得特别开心。凤七无来找封兰溪，如今雍王已经册立封兰溪为永平君，接下来该考虑2人之间的婚事，只要他许自己3书6礼，自己有信心让他往后的日子可以夜夜高枕无忧。封兰溪婉言拒绝，若是答应，他变成了只能靠妻族耀武扬威的男人。凤七无称城门外他已经当众跟王后撕破脸，急着来找封兰溪，现在是他只能依靠封兰溪。封兰溪拒绝凤七无，他对情爱之事向来淡薄，不想耽误凤七无终身。凤七无想来封兰溪早已心有所属，封兰溪声称自己心系天下，怕要辜负凤七无的美意，暂时不能给3书6礼，但仍旧可以答应凤家1人之下万人之上。凤七无没想到全天下敢这么冷淡对他的男人只有封兰溪，转念一想，封兰溪若这么快许了他，那就不是封兰溪。环娘对如玉轩的账目，发现有雪云纱和首饰这些物品，肯定封兰溪不会用这些东西，就要令人将账单退回如玉轩。
凤七武主动提出去送账目，他倒要看看风兰溪口口声声无心情爱，那这些雪云纱和首饰是给谁买的？凤七武来到如玉轩，给掌柜看账目，好在掌柜机智搪塞过去。给师傅送信的白鸽又飞回来，白凤溪担心师傅安全，于是到玉如轩找掌柜帮忙传消息，要见黑风喜。黄巢和玉无缘在谈旋即令归还皇帝之事，公主黄宇偷听他们谈话，闹着要玉无缘陪她。黄宇兴致勃勃抚琴给玉无缘听，然而玉无缘的心里想的却是白风夕。玉无缘知晓黄宇对自己的心意，只是他心有所属，故以天人玉家活不过30为由拒绝。